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折落凡尘的轰烈，一剑划破日月，用血千万遍与我为己，生命所见。以血铸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，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兴天下的真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下，让见证一世化改变。你与苍长老说，身体抱恙，无法迎宾。心病也是病，让我去迎接仙盟之人，我心里不爽。难道不是抱恙吗？有些道理哦。那姑娘来此观看是为了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吗？到现在还这么提防啊？灵体魔宫，我可不敢指望他们会对我有什么恻隐之心。你呢？怎么不去正气厅？我并非仙盟中人，不去凑热闹了。来了。恭迎玄天门法剑尊者、一念尊者，请。听闻玄天门崇尚苦修，心智坚定，修习的心诀能驱除心魔，专克暗阻。你说，他们会发现我体内的魔气吗？姑娘的身上有我的灵墨符文，寻常情况下是不会被发现的。那不寻常的情况呢？那便要看姑娘的命大不大了。不过比起玄天门，我更不想见他。恭迎镜花宫素公主，请。事实证明，冤家总是路窄。当年在明月山庄，你与高修士有过节。不好了！丧气大军西川，快跑啊！快把大小姐身上的衣服和她的换了！大小姐千金之躯，你能替她去死，是你这贱奴此生最大的荣光。一些恶主与贱奴的旧事罢了。南公子光风霁月，仙尘不染，不必听这种阿杂之事。当年一面，我已窥见些许。莫姑娘从前的日子太苦。哎，打住！不用可怜我，不需要。我并未要可怜莫姑娘，打不死就站起来，站着夺回一切。这世间道理本该如此。苍长老、何岛主，上次灵居岛一别，何岛主风采依旧啊！嘿呀，苍长老，别来无恙啊！请。灵居岛岛主何羡我，瞧着倒是个潇洒自在之人。听说他爱收养灵兽，那他和素宁真见了，不得吵起来？确切来说，已是水火不容。那感情好，素宁真那人看着就生厌，是得有人制止他。
这碧霄宫的浮云空舟，还真是一艘比一艘富丽啊！副公主段长老，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啊！请。你说这傅渊庭和段萧荣夫妻俩，上哪儿找的这么赚钱的门道？这边请。你看那个，从头到脚身上穿着，无一不是天阶法器，天才地宝。这样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大概人人都想上去抢他吧？她便是碧霄宫少公主，傅兰生。嘿，娘。我去玩了。去吧。她还有一个天下第一的称号。南旭，傅少公主，我听说你也来了雍雪城，所以就跟着一起来了。你旁边这位美人，倒是面生啊。哦，雍雪城新入门的弟子穆玄灵，这位是傅少公主。穆姑娘好。我方才还以为是高修士呢。你说的高修士，该不会是传闻中的仙盟第一美人镜花宫高秋明啊？很难想象，她竟然比姑娘还美。都美，风格不同。你该不会是个修士吧？是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是金丹境了。姑娘要是遇到什么麻烦，大可以找我帮忙。南虚月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吗？啊，初次见面，没准备什么礼物。这些呢，都是我前些日子搜罗来的法器，都是适合女子用的。你看喜不喜欢？这些可都是天阶法器啊！这有什么啊？我家多了去了。碧霄宫呢？富甲天下，傅少公主可是天下第一有钱人。既然她执意要送给你，收下吧。收下。爹，什么声音啊？爹，什么声音啊？我的灵兽。什么灵兽的叫声？是爹啊！你是我爹吗？你出来，你让他出来。出来吧。你是我爹吗？他爹走丢了。我觉得啊，我是个人这件事，应该挺明显的。娘亲说爹爹是世间最有钱的修士，可我的钱也是爹娘给的。这么说来，世上最有钱的修士，该是我爹。哥哥，叫我哥哥的人多了，数你这声最好听。来，哥哥送你一些见面礼，这些都是适合灵族用的。你怎么会有灵族用的法器？我家可有3000灵族。你家有3000灵奴？不，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们经常一起玩。小东西，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回去帮你打听打听。傅苍离。傅苍离，这个名字的确像我们碧霄宫的人，我会留意的。那我先走了，2位、3位，告辞。不送。我知道了，你刚才是想说他就是天下第一冤大头，对吧？请问，掌门已在里面议事了。多谢。
这位就是传闻中的高修士了。果然容貌异丽，风姿优雅，比这穆姑娘亦相去不远。还如此文静端庄，与谢少城主的确很相配。这人老看我做什么？见到美人也不用这么夸张。罢了，出门在外，代表镜花宫，不与他计较。果然典雅，当真是有少城主夫人之气质。谢少城主，不知此次召集我等前来雍雪城，是有何要紧之事？怎么不见盟主？各位前辈，雍雪城蒙难，盟主遇害了。怎会如此？是何人所为？定是桑琪和朽仙阁所做。朽仙阁？朽仙阁与桑琪共谋，镜花宫玉令曾被他们盗取，盟主也是因此被害。他们意在夺取所有的玉令，不知各位门中今日可有异常？未曾发现任何异常。敢问，雍雪城的那枚玉令现在何处？对方并未得手，玉令还在我雍雪城内。我早便说过，应该抢先攻打暗域，杀光那些肮脏之物。暗族不死不灭，贸然前往恐怕难以制胜。是啊，还是要谨慎行事啊！倘若仙盟损失太大，不合算呢。此次桑琪卷土重来，是要夺取混沌珠，打开万仙阵结界。眼下当务之急，是要推选出新任盟主，将混沌珠移交于他保护。谢少，谢城主，乃当今仙盟公认之翘楚，我认为你可以担此重任。之前我在两界山修补万仙阵时遇袭，被困荣渊7日，身受重伤，灵力迟迟无法恢复。眼下情势紧急，怕是无法担此重任。只要谢城主一句话，我碧霄宫马上重金聘请天下名医为您医治。另外，我碧霄宫有这世上最安全的金库，足以保管混沌珠。眼下事态紧急，哪里容得耽误？再说，你碧霄宫何曾真的惦记过仙盟大事？苏宁真，你若有心争这盟主之位，你直说便是，何苦在这儿出言讽刺我碧霄宫？直说又何妨？一直以来把守两界山关隘、抗击外敌的只有我镜花宫。这唯一丢了玉令的，也是你镜花宫。若是让你当了盟主，恐怕什么也守不住吧？何见我，你终日与灵族为伍，恐怕早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吧？二位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大嫂慈悲。法剑尊者，他辱我镜花宫在先，我不得已才出的手。哼，法剑尊者既然发话了，那我就不再说什么大实话了。6000年前，先辈乾光军建立仙盟，就是为了弥合分歧，共同抗击外敌。如今谢盟主尸骨未寒，敌人尚在重重迷雾之中，你们便要自己分崩离析了吗？
看来今日是没有结果了。这几日，还请诸位在城中考量盟主人选，择日再行选举。谢盟之中，我与道成最为交好。如今他走了，我又少了一球友。想来，雪尘是心中有疑，所以才什么都不说，将我们叫到雍雪城。那谢城主怀疑的人里，自然也包含了你。哼，如今他是城主，谁都不能轻信。正该如此。道成若是看见了，也会欣慰。那您为何不争一争这盟主之位？岂能任由那素宁真气焰嚣张？哼，那老狮子盟主争来干什么？我远居灵居岛，就是不想被这些琐事所困扰。为教训跟素宁真去争，太不值当。这边请。苏公主跟各位修士便在此院落安歇，请。这边请。秋明，师父，发什么愣呢？我只是没想到谢盟主竟被贼人所害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你身为镜花宫的少公主，怎能如此怕事？秋敏，你需要修炼的不止功法，还有心智。弟子明白，师父。待我当上盟主，你也要有能力继承镜花宫才是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仙盟要解散了。从前父亲在时，我基本不问仙盟重事。如今一见，才知纵使仙盟，竟也会如此荒唐。你不加入仙盟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这就是你我的不同之处。对于厌烦之事，我可以做到袖手旁观。而你，却总想着能再救一救，所以我能在运秀山庄恣意逍遥，而你却在凄风苦雪中重重枷锁，孤孑一身。谢盟主，乃法相之境。能杀他的人，应该就在他们之中。你想假装灵力尚未恢复，引蛇出洞，可那内奸未必会泄。这几日内，应该就有刺杀试探。我等着。你何时才能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命呢？你若是死了，我没准真的可能
难过一下。我尽量不死。师兄，师兄，这件事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你早就应该做。师兄，哪怕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你也应该做这个盟主。论道心之间，我不如谢城主；论修为之强，我更不如他。没有打过师兄，怎么能自认不如？谢城主纵然天生识窍，可他还这么年轻，难道比得过师兄这500年的修为吗？谢城主道心无垢，剑行纯粹，而我却心有杂念，不配其位。师兄，师傅，掌门累了，让他先休息吧。玄心，你唤我一声师傅，怎的成日偏帮掌门？你不该拉我，该劝他。掌门有自己的主意，旁人不该强加意愿给他。旁人？你师傅我是旁人？是，我也是旁人。你，当年我就不该把你捡回来，省得你如今尽是气我。唉，木已成舟，覆水难收。师傅，悔之晚矣。哎，我本来是想来雍雪城玩，没想到竟然是盟主罹难。你说这贼人可真是够大胆的，跑到雍雪城来动手。要是让我抓到，我肯定……你要是怎么了？此事可轮不到你出去成英雄。在晋升法相之前，你给我把小命好好的保住喽。要知道，你的战场那是在100年之后，你将来是要做仙盟盟主的人。娘，你这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我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谢城主天人之姿，剑道之强，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。他就算不是这一任盟主，也定会是下一任。况且他还那么年轻呢，这盟主之位至少也能做个几百年。你懂什么？这法相虽有1000年之寿，可真正能寿终正寝的有几人呢？况且这谢雪尘的剑，那是天下缟素，我不独存。玉石俱焚，不留后路的剑气啊！过刚一折，非长久之相。哎，说不定啊，你只要能够长长久久的活下去，到时候都不用你去争，就是耗都把那些对手给耗死了。瞧您这话说的，难不成我最大的价值就是活着？这我不认同啊！还是老爹靠谱。哎呀，儿子，你最大的价值就是给碧霄宫娶个有权有势，还能撑住场的少夫人，如此，碧霄宫才能继续壮大。傅渊庭，你说你这些损招用在我身上也就算了，还想教坏我儿子？我损招？啊不，当初你不也是因为想要生个俊美无双的儿子，才选了容貌绝美的我做夫婿吗？你我不相上下啊，谁也别说谁啊。可若早知你这绝美容貌的花期是如此之短，我还不如找别人呢。瞧瞧，心里话总算说出来了，你是不是还想着那谁呢？想谁呀？我还能想着谁呀？不想谁又关你何事？我这碧霄宫底都快冒出绿光来了，还不够我？爹娘，我还在呢。少公主，您这哇哦，上好的和田玉啊！那什么，公主和长老正在里面闭门研究碧霄宫日后的发展壮大之策。那个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，没事没事。这夫妻相处之道，竟然如此艰难。成婚，傻子才成婚。
此人不是法相，以他的力量，根本杀不了父亲。看来真正的凶手还在背后。不愧是谢雪辰，即使境外出鞘，灵力不足往日4成，亦非寻常修之可及。大半夜的，你们也太激烈了吧，床都塌了。你朋友啊，看着真可怕。不必追了，让他回去通风报信。这是你和南虚月的计划，示弱以诱敌，真是卑鄙呀！唉，你们实在应该也让我参与参与。你就算了吧，这等卑劣之事，你未免太擅长了些。回到这雍雪城，在自己家里还要被人搞袭击，怎么样？刚才幸亏我来得及时吧？雍雪城谕令还没到手，他们眼下是不会杀我的，只不过来试探我灵力恢复了多少罢了。那还是我多管闲事了。若我方才不来，这场刺杀戏，你打算怎么收场啊？按计划，我会受伤，然后拼命发出求援信号，待长老和弟子赶来将他击退。又是这种不要命的打法。我送你的剑呢？不是说要做普通人，怎么还带着摇头？谢城主，我的剑法糟糕得很，要是我带着剑来救你，只怕那歹人笑也要笑死了。还有，你这事后清算未免来得也太快了吧？那我该谢谢你。谢完可以清算了吧？大晚上的跑我那儿去做什么？在骗人这方面，你的进步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虽然城主事务繁忙，连教导弟子习剑的时间都没有，但身为雍雪城弟子，保护城主义不容辞，何须多疑啊？你别再这么看着我了。你心里有鬼。你说对了，我想做的坏事儿可多着呢。不过今晚，我只是突然想来见见你，谢雪辰。一日不见，我想你了。谢城主，我好看吗？色相皆虚妄，百年亦苦苦。想必在你眼里，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和强弱的区别。你知道在我眼里，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除了谢雪辰，都是其他人。
但穆玄灵，大半夜不在寝楼待着，却溜出来，还打扰到城主。你如此胡闹，还影响到城主与其他同门休息，更会带坏风气。你可知罪？知，弟子这就回去思过。哎，城主，你的床太容易坏了啊！下次还是换一张结实的吧。你放肆！穆玄灵，你，城主，雪晨，你与他，力道稍大些就扛不住，确实该换一张结实的。时候不早了，长老歇息吧。道成师兄，宗门不幸，用血蒙尘，是我监管不力，是我的罪过。尊上，你觉得人界如何？这人界好似与暗域无异，心魔之盛，与我等暗族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连你都能察觉，为何他却看不清？尊上说的可是圣女？他花费了太多的心思在人族身上。小仙阁传信，谢雪尘灵力尚未恢复，你去雍雪城夺取混沌珠，交到本尊的手上。若遇阻碍之人，杀！是。蓝公子这是在和谁纸砚传情啊？是哪家的小娘子啊？风瑶若是知道有人称她为小娘子，怕是会不悦啊。我让风瑶去查了九仙阁的情况，镜花宫之乱后，他们便彻底销声匿迹了。不奇怪，不过他们曾在人界走动，收拢了不少人族和灵族，看来应该会有人注意到他们。不错。风瑶在碧霄宫附近的城镇寻到了一个灵族，他自称见过九仙阁的人，说为首的是一个约莫20多岁的青年男子，风度仪态甚佳。另一个则黑金蒙面，不过听声音也能听出是一个青年男子。他称呼为首的人为阁主。黑金蒙面，就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那为什么九仙阁主反而敢以真面目示人呢？或许是有恃无恐吧。九仙阁经营了那么多年，想要彻底铲除，怕不是易事啊。九仙阁还未除，算算时间，桑琪也该出关了。下一步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暗族气息。想不到仙盟之中，痴念者竟如此之多，甚好。这具身躯太废物，是时候再另选一具更好的傀儡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，阿宝？有可怕的东西在附近，就像那天在南公子家一样。暗族在哪个方向？东南。你帮我看着阿宝。
他胆子小，见到暗族恐怕会被吓得胆裂。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一个人吗？足够了。想必你们也已经感应到了。我去见谢城主。玄心，你带弟子们布阵，务必要找出暗族，将其除去。是。多日不见，圣女的杀心还是这么重。我倒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原来是你呀，师爷。这么些年争来斗去的，你也不是第一次被我杀了，习惯就好。尊上命我给圣女带句话：好人演久了，就真忘了自己是谁吗？圣女带着尊上的任务而来，却迟迟没有行动，尊上不得不怀疑你别有用心呐。师父既然将一切都告诉了你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我自有我的计划。我做事最讨厌别人指手画脚，师父不行，你更没资格。住手！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竟敢滥杀无辜！修士，求您救救我！我发现了他的魔功，他要杀我灭口！高秋明，你是不是傻？他被暗族附身了。幽雪城有防护结界，暗族怎么可能进得来？滚开！我当初就不该替你隐瞒。灵族魔修果然没有好东西。高秋明，仙盟蠢货众多，你属其中查出。你要干什么？高秋明，今日我就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严重，难道真有暗族入侵？那我方才岂不是错怪他了？结账。玄天门严重，看来只要修行了魔功，就逃不过玄天门严重。你杀了你的同族，踩着他们的尸身血海，来到了这个位置。他们不死，我就会死。既然只有一个人能活，那只能是我。
错，很精彩。我的好徒儿，告诉我，拼死活下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复仇。他们杀了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、给过我温暖的人。我要力量，足以向仙盟复仇的力量。我要复仇。记住，越痛苦，你就会越强大。你赢了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不只是我的徒儿，更是暗域的圣女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眸必问，长路多远？为爱身披风雪。